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今天要来处理4楼到5楼的楼梯间壁癌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真的是非常的严重。然后还有这个破损不堪的变电箱。当初很多人看到房子的开箱影片时，就留言说到，看到楼梯间的这个壁癌就不会考虑了。其实它真的是蛮影响观感的。先叠上一层 buff。我并不是专业的施工人员，所以千万不要把我的影片当作教学。如果真的要给这支影片一个定位的话，我会把这支影片定位为疗愈系影片，因为等一下除壁癌的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疗愈。处理壁癌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是要噔噔噔噔噔，绿印坊的抗壁癌全能包。等等，这不是业配，这边其实也有个故事。这个壁癌全能包其实是我上一个租屋处的时候自己花钱买的。因为后来那边的对外墙每到下雨就会渗水到积水的程度，引发严重的壁癌。天真如我，居然想说我要去处理这个问题，我就去买了这个东西。明明只是租房子，对于严重的壁癌，我想到的却是我要自己去处理它，实在是好傻好天真。经过当时朋友的提醒，才想到对后应该是要通知房东来处理，所以后来我就通知了房东。房东也请工人把2面墙壁整个重新打到建骨做防水，整整耗了2个礼拜。虽然后面的时间证明说没有做外墙的防水的话，还是会慢慢开始渗水就是了。总之，现在这一整盒的壁癌全能包就留到现在完全都没有使用过。打开包装可以看到，第一个是高分子防水树脂，看到这个壁癌处理包的制造日期应该是到108年的3月4日。所以它的有效期限应该是到110年的3月4号。我现在才发现它已经过期了3年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还是不要浪费。留着客家人血液的我，一定要发挥我的哈嘎精神。它不是食物，我想应该不会怎么样，就还是把它拿来用吧。还有一包防水骨材、抗壁癌 P 涂粉，整个盒子背后也有完整的施作教学。看别人的经验，我先买了一支刮刀，准备要来先把壁癌给刮除。基本上就是沿着墙壁把浮起来的油漆都给它全部剔除掉。来，准备开始，来看看壁癌刮除秀。我先尽我所能的把看得到的明显壁癌给它去除。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不轻松，实则上一点都不简单。楼梯灯的灯座也坏掉了，我是不清楚为什么会坏到这个程度，它整个都已经变形了。但我对电系的比较没有这么有研究，所以暂时还没有能力去处理。还有这个变电箱，我只想问，为什么旁边需要这么多的胶带？原来是它里面已经整个腐朽了，螺丝座都整个锈蚀。之前是用胶带硬把它固定在墙壁上的，满满的壁癌碎屑。我不仅扫除了，更用吸尘器把地板都强力吸干净。接下来第2步是涂上纳米壁癌处理剂，它不用稀释，开罐后直接可以涂刷。建议涂刷范围要大于壁癌发生的面积，涂刷2遍以上即可达到更好的效果。这个壁癌处理剂看起来就像水一样的状态。看了一下功效，它会渗入水泥的细缝中，形成结晶效应和强化墙壁结构。这支影片横跨了3个月的时间，一方面是它真的比较耗时间，要等药剂干燥，也要看天气，还要看我有没有时间跟体力，所以才花了这么久的时间。
理论上4到5楼的这个楼梯间算是公共的区域，但我也没有特别跟对面的邻居说，我就开始自己施工了。还好他也没有责怪我，毕竟这是我自己看不顺眼要做的。不过对面的住户住了这么久，整个家庭还有小孩也没有觉得这是必须要去处理的问题，毕竟是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，我也是觉得蛮妙的。在涂完之后，涂刷的部分会显得异常的明显，与白色的漆就会形成强烈的对比。这个时候应该是过程中最可怕的样子，对面邻居应该会吓到。第3步是把防水树脂跟防水骨材以一定的比例搅拌，滚涂或是刷涂都可以，建议施作1到2道。我只有不专业的用水平锅来搅拌，这边花了我不少时间，有条件的话还是去弄个搅拌器吧。倒入高分子防水树脂，搅拌搅拌。搅拌搅拌，我这边真的搅拌得超级久的。这边真的花了不少时间，然后混合的粉浆平均涂到看起来壁癌严重的地方，目视应该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些区域。再次叠加 buff， 我真的不专业，我就是随便的乱涂，把它涂成我认为的平整。这个左手也是蛮酸的，但是我必须撑下去。不知道的人一定觉得我超级闲的，怎么会愿意来做这种东西呢？还不是在自己的家里。对面的住户每天看到这个墙面变得乱七八糟，虽然我住在这边已经几个月了，其实我还没有跟对面的邻居他们打招呼过。我也很好奇他们会不会觉得来了什么怪邻居。基本上我真的就是凭感觉在施作。我以为我可以做得很好，但是毕竟这种东西还是有它的专业在，像不像3分样？希望赶快弄完，还这个楼梯间漂亮的面貌。步骤4的话，就是把抗壁癌 P 涂粉加水搅拌，粉跟水的比例是1.5:1。他还建议说，你可以再用磨砂纸来提高平整度。我找不到合适的器具，最后我发现居家必备的本机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容器。P 涂它必须依照一定的比例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，所以我们也请猫罐头来当严格的比例容器。其实小时候家里住在乡下，我就常常看到对面的水泥师傅在弄这些东西，一直觉得他把这些粉状的沙土弄成山丘状，再从山顶开一个小洞，把水倒进去的混合过程非常的疗愈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粉跟水看起来完全没有想要混合成一家的感觉。你们倒是赶快变成一家人啊！好在经过不懈的努力，看起来真的有在慢慢融合的迹象。继续搅拌，继续搅拌，要搅拌成漂亮的膏状。好，看起来差不多了。再针对比较不平整的地方涂上 P 涂。虽然我不是专业的，但是这个墙面严重的程度已经可以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吧？再怎么擦也不会比原来的差。后来 P 图被我整个用完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我需要 P 图，我只好拿出我另外自己买的 P 图。这罐 P 图也是我看别人的影片他们推荐的，免加水、免调试，可以直接上。最后整个涂上这个颜色的 P 图之后，整个墙壁的颜色好像黑白牛奶巧克力的混合。也好像是一幅世界名画，说实在还真的蛮漂亮的。一度考虑要不要让它就维持这个状态就好。这个变电箱应该是公共区域的变电箱，它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陋。公共区域还是只能靠家家户户的公德心跟自动自发来处理了吧。第5步就是等墙壁都干燥之后，就可以开始涂刷水性乳胶漆。再过了1个礼拜，终于等它完全干燥完毕，准备要来油漆了。我也没有特地买油漆，拿出来的是从旧家搬过来，至少已经放置10年以上，甚至也不是我买的油漆，它就是我租完房子之后发现前房东留下来的。
基本上就是我没有用过，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可不可以用，完全就是一个废物利用的概念。反正零成本，我也不讲究完美，就这样吧。再怎么差也比原来的好吧。涂，其实我还蛮喜欢上油漆的感觉，因为它造成的改变真的很大。整体跟清洁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改变越大越有成就感，特别是录成缩时影片之后，实在是有够疗愈的。有条件的话，当然是直接买全新的油漆就是最棒的。但我真的只是想要废物利用，并没有想要再多花钱。我只要不要看到这片丑丑的壁癌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虽然不知道我这样子处理完可以撑多久，但是我相信对面邻居虽然没有说话，他们应该也会发现我是个好人吧。终于完成了，因为油漆到后面其实已经油尽灯枯了，看起来颜色还是十分的不均匀。我说了我不在意，就这样吧。在油漆完处理后的1个月，我还没想好说到底要去怎么处理这个变电箱凹洞的问题。没想到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，就发现它被挂上了一块布。我想应该这就是对面的住户送上了一个助攻。终于这个变电箱有了块遮羞布。此刻我和对面的邻居仿佛像是网友一起打怪，我们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共同对抗了楼梯间的壁癌。从此我们在4楼到5楼的楼梯间终于就不用看到丑陋的壁癌啦。如果不算当初我买壁癌处理包的花费的话，整个花费是0元。而天花板的部分真的就是非常的不满意，但是暂时就先这样吧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影片疗不疗愈呢？完美主义者就饶了我吧。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新人制作不易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拉拉新技能，站着舒服，它就不会逃跑了。